Hello， 大家好，我是 TC 啊，欢迎大家收看 TC 讲股第14集。今天要跟大家谈谈2021年最大的 IPO CDOS Digital Berhad。免责声明：这个影片里面所有的内容和资料仅供参考跟教育用途，没有涉及任何金融市场的买卖建议，请大家买卖自负，任何风险和亏损，本人一概不负责。CDOS Digital Berhad 的 IPO 在2021年6月30号开放预购，并在7月6号截止预购。它会在7月8号进行 balloting， 并在7月16号进账。CDOS 会在2021年7月18号正式在马股的 Main Market 主板上市。CDOS 的 IPO 价是1令吉10 cent， 以这个1块1的股价计算，它的市值是 2.42 个 billion，PE 为 61.8。CDOS 的全名叫做 Credit Tip-off Service， 它是于1990年在马来西亚成立，是我国最大的 Credit Reporting Agencies (CRA)。它主要提供完整的信用风险方案和服务，促进信贷业务。它的顾客包括银行、保险、律师事务所等大小金融机构及企业。这个是 CDOS Digital Berhad 的 Group Structure， 也就是它所有的子公司。在右下角你可以看到 CDOS 有2间附属公司 Associates 附属公司跟 Subsidiary 子公司的差别就是它的持有股权是少过 50% 的。在这里我要让大家特别记住3家公司，分别是这家 Experian Information Services、BOL Business Online 以及这家 CDOS Basis。等一下我在后面会提到这3家公司。那么现在呢，我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Experian 跟 BOL。Experian Public Limited Company 是一家全球领先的信息服务公司，它是英国的上市公司，它的总部位于爱尔兰的 Dublin， 它的市值大约是26 billion pound， 换算成马币的话就是大概152个 billion。Maybank 的市值大约是93个 billion， 所以这个 Experian 的市值大概是1个半的 Maybank。所以 CDOS 收购的 Associate 并不是这一家 Experian Public Limited Company， 而是它在马来西亚的其中一家子公司，叫做 Experian Information Services Malaysia Sdn Bhd。CDOS 目前持有 26%， 而另外 74% 是由它的母公司持有。第二家 BOL Business Online， 它是泰国最大的信息服务公司，也是泰国的上市公司，总部位于 Bangkok。它的市值大约为 7.34 billion baht， 换算成马币就是 0.95 个 billion。BOL 在泰国的 market share 大约为 59%，CDOS 目前是持有它 20%， 并有可能在未来继续增持它的股份。CDOS 在 IPO 上市之前，它的股票数量有 1.1 billion unit， 而这次 IPO 它会发售的新股数量也是 1.1 billion unit， 也就是说上市之后它的股票总数量就会有 2.2 billion unit。那么以1块1的股价计算，它的市值就是 2.12 个 billion。那么现在我会来说一说它这次 IPO 发售的 1.1 billion unit 的新股是如何分配的。CDOS 这次 IPO 发售的新股数量呢，就有 1.1 个 billion unit， 也就是1100个 million unit， 其中900个 million unit 是由 existing shareholder 直接卖给本地和国外的机构和指定投资者，而另外200 million unit 会通过 public issue 公开发售。所以左边这个900 million unit 公司是不会收到钱的，因为是原本的股东外票，所以是原本的股东收钱。所以对于公司来说，只有右边的这个200 million 有钱收。那么左边这个900 million unit 当中的 509.47 个 million 已经在2021年6月16号卖给 Cornerstone Investor 基石投资者。等下我会给大家看看这些 Cornerstone Investor 是谁。那么其余的 390.53 million unit 就会卖给其他的机构跟指定投资者。右边这个公司有钱收的200 million unit， 其中120 million unit 会卖给 Director、员工和对公司有贡献的人，36 million unit 会开放给机构 institution 预购，而剩下的44 million unit 就会开放给大众预购。这个44 million unit 又要分开2份，其中一半22 million 会预留给 Bumiputera， 而另外一半就开放给其他的 public。所以如果你不是 Bumiputera 的话，那么你这次预购所抢的票呢，只是这个1100 million unit 里面的22 million unit。刚刚所提到的 Cornerstone Investor 基石投资者，他们总共会持有 CDOS 509.57 million 单位的股票，也就是 23.16% 的股权。那么现在就给大家看看他们到底有谁。可以看到这帮 Cornerstone Investor 都是一些国内跟国外的投行和基金，其中包括 EPF、JP Morgan、PNB、RHB、Maybank、宏亮 Asset Management、Apin Hwang Capital Asset Management、Kenanga 等等。这个 CDOS 的股权分布在它的 IPO 报告里面是没有的，
是我读完整份报告过后整理出来的。CDOS 的最大股东叫做 ENOS， 他持有公司40% 的股份。等一下我会说说这个 ENOS 是何方神圣。刚刚所提到的 Cornerstone Investor， 他们总共会持有 CDOS 23.16% 的股权，而其他机构跟指定投资者会持有 17.75% 的股权。这两份加起来就是刚刚我提到的 Existing Shareholder 卖出的900 million 单位。接下来两位创办人冲之 Kyung 跟冲之温分别持有 CDOS 4.5% 的股份。接下来 4.09% 的股权由17430位对集团有贡献的人持有。这里面包括一位 ex-director， 还有公司的一些 customer。公司其中479位员工持有 1.22%， 股东盖林持有 1%， 9位 directors 持有 0.145%。Public 通过 IPO 会持有公司2% 的股份，其中1% 是 Bumiputera， 另外1% 是 Non-Bumiputera， 剩下的 1.64% 也是通过 IPO 由 institution 持有。那么现在我就来说一说这个 ENOS 到底是谁。ENOS 持有 CDOS 40% 的股份，是公司的最大股东。ENOS 在2014年8月就已经收购 CDOS 70% 的股权，然后一直到2018年，他把股权增持到80%。而在 IPO 过后，因为发售新股，他的股权稀释到40%。那么这个 ENOS 呢，就是大马的私募基金公司 Creator 所持有的一个 Special Vehicle Company。Creator 基金持有 82.6%。而他在近期最为人所知的就是帮助 Mr. DIY 上市，他持有 Mr. DIY 15.29% 的股权。Mr. DIY 在上市过后，市值也翻了超过1倍。刚刚我有说到公司会抽到资金的是右边这个200 million unit 的新股，那么200 million unit 乘以每股1块1的话，它总共就会抽到220个 million。那么这个220个 million 里面的 70.5%、155.18个 million 它会用来偿还债务， 26.7%、58.7 million 会用来作为收购的预备资金。公司有提到有可能会用来增持 BOL， 剩余的 2.8%、6.1 million 会作为上市费用。现在我来说一说公司的这笔债务是怎样来的。截至今年5月31号 ，CDOS 总共有 157.9 million 的 bank borrowing， 其中的 84.5 million 它是在2020年10月28号跟银行借来收购 BOL 的 20% 股份。接下来，他在同一天也借了 42.2 个 million 来收购 Experian 的 26% 的股份。这里的 Experian 指的当然不是英国的那个上市公司啦，而是他在马来西亚的那一个子公司 Experian Information Services。还有在2021年1到2月，他跟银行借了 31.2 个 million 来收购 Basis 的 100% 股份，之后改名为 CDOS Basis。我们再看回他的 IPO 资金分配表，其中有155个 million 会用来偿还这些债务。而这笔债务是因为公司之前要收购公司，所以才跟银行借的贷款。所以换句话来说，公司这次 IPO 筹到的所有资金呢，几乎都会用来收购。这个是 CDOS 过往3个财政年的表现，可以看到它的 Revenue、Gross Profit 跟 Net Profit 都稳定成长。此外 ，CDOS 的 Gross Profit Margin 呢是高达80% 以上的，而它的 Net Profit Margin 呢平均在30%。CDOS 2019年的营业额完全来自马来西亚，而在2020年有5% 是来自 International， 是因为它收购了一些国外的附属公司。这个是 CDOS 过往3个财政年的财务数据变化，可以看到公司的资产跟债务在2020年飙高，但是现金却没有增长很多，这是因为公司在当年借了很多钱来收购。在 IPO 筹到资金过后，公司会用来还清它的 bank borrowing， 所以它的净现金呢大约会有30个 million。以2020年的数据跟1块1的股价计算，它的 PE 是 61.8，Current Ratio 0.34，Debt to Cash 5.01，Debt to Equity 1.19，ROE 高达39%。这个 Debt to Cash 跟 Debt to Equity 那么高，也是因为它跟银行借了很多钱来收购啦。CDOS 最大的5个 major customers 他都没有透露是谁，不过他有说到 Customer ABCD 是在马股上市的银行，跟公司的合作关系也长达19到20年。Customer E 是一家韩国上市的居家设备生产商。这5个 major customer 在2020年只占了公司营业额的 14.2%， 这是公司2020年最大的5个 suppliers。Supplier A 跟 Supplier B 公司都不愿透露他是谁。Supplier A 是马来西亚的公司，主要提供报告给 CDOS。Refcom 也是马来西亚的公司，它是提供 SSM 相关的资料。
第3个 BNM， 也就是 Bank Negara Malaysia 提供公司 Secret 数据。Supplier B 是新加坡的公司，提供 IT 相关的软体。第5家 Entropia 是马来西亚的广告公司。这5个 suppliers 占了2020年 purchase value 的 40.2%。CDOS、Experian 跟 CBM 是马来西亚最大的3间 credit reporting agencies， 而 CDOS 是他们之中最大的啦。可以看到过去3年 CDOS 所占有的 market share 大约都在 70%， 这也是其中一个它 profit margin 可以那么高的原因。CDOS 有 60% 的 dividend policy， 也就是它会把1年 60% 的盈利派发给股东作为股息。CDOS 是今年马股规模最大的 IPO 公司。以2021年7月2号的数据为准 ，CDOS 2.12 billion 的市值会排在马股第105名。这里我列出一些上市公司的市值，给大家对 CDOS 的 2.42 billion 的市值有一个概念。Maybank 的市值 92.5 billion，Mr. DIY 23个 billion， 它在 IPO 的时候是10个 billion 的，现在已经涨到23 billion 了。市值最大的科技股 Inari 10.6 billion，Bursa 6.4 billion，Bajaj Toto 2.6 billion。GHL System 2.05 billion， 所以 CDOS 的市值是介于 Bajaj Toto 跟 GHL System 的市值之间。CDOS 目前有 1.3 million 的 registered user ID， 它在2020年大约有 25% 的 recurring revenue， 这是因为公司有大概 25% 的顾客是 subscription based 的。你对 CDOS 这家公司有什么看法？你会不会预估它的 IPO 呢？欢迎留言讨论告诉我。在这里欢迎你加入我的 Telegram Channel，follow 我的 Instagram，join 我的 Facebook Group， 还有 subscribe 这个 YouTube Channel。那么今天关于 CDOS IPO 的分享就到这里了，请 like and share 这个影片，还有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我是 TC Up， 谢谢大家。